哦，你用这个好酷啊！你是双枪这种的？对啊，我就这样。啊，这个也很酷哎。你这个很酷哎。这样是吧？哦，你可以护身。可以，好，可以。哇！啊，你真好。金刚狼这个也很帅。好哟，好哟，哇！这个很帅。来吧。哼，哼。啊，我真有点害怕。没事，随时开着。你现在就开了，一会儿吹没了啊，没人救你了。哎，食材是什么？等一下。苦瓜、柠檬、西芹、鱼腥草、杨桃、鸡蛋果。哦，我们先找东西。苦瓜能开灯吗？这么黑，啥都看不见。胡萝卜，这是胡萝卜。柠檬是吧？对，这有柠檬。还有什么杨桃？是吗？杨桃有。杨桃有了，还有什么鸡蛋果有了？有。这是鱼腥草。有病吧？你说有病？阿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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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听，你在我塞你嘴里，你给我塞你嘴里。等会儿，等一下，快，吸血！柠檬苦瓜。好。杨桃呢？要。西芹完事了吗？苦瓜找到了。找到，好，完事了。苦瓜找到完事了。我们先回去配地。哎，先把他救回去，给我们走。你们俩跟我回去。花呢？我们先回去。我让你来，对，你再不动，
我就虚拟首席了。啊！八面玲珑哪去了？八呢？八呢？救我！救我要他妈我！你不是僵尸之王吗？快先配药，快配药，配药。这怎么用啊？调配机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哦，把食材放进去。鸡蛋果、苦瓜、西芹、杨桃、柠檬。鱼腥草。好。不要抢！你踩不到。坐，好，走，你再熬一会儿啊！别给他们喷，让他们再追逐一会儿。把他们放出去。对。哎呦，来了，来喝下一小杯，这个味道我觉得，喝。要喝完。喝完。醒了没？你们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还继续？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这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实验室啊，刚刚走过那个门，然后你们就没有过来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过那个门的时候，它显示我们被感染，不让过。你们三个人怎么了？我们三个分开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三个一起从另外这个感染者通道出去。感染者通道出去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八面玲珑就告诉我们，他觉得他要失去意识了，之后他就想要把自己隔离开来。然后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就跟我们分开走了。我说不行不行，他说可以可以。没有这个，不存在。你像那个可以那个。然后他一脚就把他给踹走了。什么？我当时是拦都拦不住。左胸直接走。什么？不是。他在走之前就给了我们这一封信。行，我们先看看信的内容，好吧？他说一定要他看，一定要只能。你有5岁吗？什么事？刚刚那个睁眼游戏有人睁眼了。就是阿八嘛，对吧？对。是他敲的墙嘛，对吧？对。原来他是杀手。他是杀手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因为我是他此案选的 X。但是我看到这封信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他说：“哈哈，金字招牌，我是八面玲珑，谢谢你陪我一起玩这个小游戏。我偷偷来告诉你我的作案过程吧，因为我被怪物咬了，我怕万一我也会变得不清醒，所以我把过程写了下来，方便你们接下来的推理。2025年4月22日22点整，
推百亿的案件终于结束了，我回到了自己的休息间，有点饿了。剧组晚上一般都会提供夜宵，于是我便出门到处寻找。我从曾经的推田食品厂工厂大门进入，走到食品厂老板的办公室和密室之间的时候，发现地上有一大滩的红色油漆，我避无可避地踩到了油漆。然后我一路走到帐篷区，这里是群演们的休息场所，这里果然放了很多的宵夜。我拿了一份火鸡面，反正来都来了，我拿着面准备到工厂2楼踩下点，为明天入魔鬼训练营提前做个准备。我从推田食品厂的后门上2楼时，在楼梯间我遇到了一个红色头发、脸上画了恐怖特效妆、看不清长相的男人。他穿着没有右边袖子的戏服，他从2楼往下看，看到从1楼走上去的我，他发疯一样的冲向我，要攻击我。我吓得抄起楼梯间的一个钢管向他刺去，他一直挣扎，我害怕极了，边躲闪边攻击他，反复的向他拨弄着钢筋。他终于消停了，往后一倒，倒在了楼梯间。他的后脑勺刚好砸在了楼梯间摆着的另一根垂直在地面上的钢筋，他就这样被爆头而亡了。我杀人了，虽然我是出于自卫，但是防卫过当了。我是一个明星，要是这种事情被曝光，我这辈子都完了。好在我刚刚在踩点的时候发现这一路上都没有人，而且就在刚刚去帐篷路过推田食品厂老板密室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张没有粘牢而掉在地上的纸，上面画了楼梯间的承构结构的图，图上还标记了4个不同颜色的点，如果这4个点被破坏，楼梯就会坍塌。当时我就把这张纸揉成了团，顺手丢在了角落，估计没人会看到。所以我干脆把这里伪装成是楼梯不稳而自然坍塌，在楼梯上的他不幸被压死了，钢筋还戳中了他的腹部和头部，这一切都是一场意外。于是我把它放在楼梯中央，我顺手拿起后门附近装修工人留下的大锤子，朝着楼梯间画了颜色的4个承重点狠狠地砸去，楼梯瞬间坍塌，整栋楼停电3秒之后又恢复供电。在彩排中的剧组并没有人发现异常。我看了下此时的案发现场，跟我预想的一样，看上去就是他不幸遭到了意外。刚刚在我搬动他的时候，注意到他口袋里露出了一张纸条，是一个帐篷区寄存柜的2维码取件条。寄存柜里说不定就有这个人的一些信息，我决定去看一下，毕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一看到我就要攻击我。我蹑手蹑脚用2维码纸条打开群演专用寄存柜，看到了一套病号服，一张被血迹侵染的退役宣传单，空白处还写着：我当年被害，掉下铁布山悬崖，现在生不如死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害我，我要报仇。看完这段话，我害怕极了。原来刚刚那个人就是当年掉下山的8朋友，难怪他看到我就要伤害我。我把这张写了字的宣传单以及开柜子的条形码撕碎，随手扔到了垃圾桶，然后快速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室。我发现我随身带着的曾经出演《死鬼吹灯》时的手链，上面竟然蹭到了楼梯间承重点上的油漆。为了避免引人怀疑，我把这串手链丢在了休息间公共区的垃圾桶里。好，那就确实是他做的嘛，这一切都是一场意外。所以他认凶了。认凶了，但他是为了自卫。对杀了怪物，他杀的是怪物。对，有一个阿乖的故事和这个死者的是谁，我们还有没有搞清楚的点？是不是我们先把这边人救了再说呀？我们要把这些人解救出去。我们一定是得先救人。对。哎，我们这儿是不是有东西啊？这个机器是什么？对，这个机器是什么？叫研究试剂存放术。风扇可以吹出去，就可以救所有人了。为避免万一有一天阿乖的病毒扩散引起灾难，我在工厂和隔壁办公室的周围都秘密修建了试剂新风系统，只要将研究试剂倒入系统中，就可以扩散到周围空气里，及时解救大家。这个是一个新风系统扩散术，所以只要把那个东西倒到里边，摁那个按钮，他们就会。对，有个钥匙。我们要把这找个钥匙。你们俩去找钥匙，我们刚救你们花了好多力气。去找钥匙，快点。哦，你身上吗？快一点！我没有那个。这里。这钥匙怎么回事？我们在一个怪物身上抢到的。不是我，是你看到那个怪物身上有个钥匙，你觉得可能有用，你把踹走的
八让他帮忙把那个钥匙抢过来，然后八为了帮我们跟那个怪物搏斗了半天，把钥匙抢过来扔给我们，然后你又把他给踹走了。好。OK， 好。好，关上。新风系统开了。新风系统已启动，试剂喷洒中。去看看，走。他们昏迷了，陷入昏迷了，他们都。我们成功的研究出了试剂地，解救了这些感染者。阿五，没错。他们一会儿醒来应该就恢复健康了，走吧。阿五，阿乖，怎么回事？你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吗？这个就是死者身上那个袖子嘛。哎，但是那个手链很奇怪哦，手链上面写着2024优秀毕业生纪念。手串是咱们学校优秀毕业生都有啊。昨天有张照片，上面那个优秀毕业生是我们6个人都在，所以我们都是同一届的。那这个手链是谁的？这个手链是从死者上拔起来的，这个也是从死者上拔起来的。我们是24年优秀毕业生，那这个范畴只存在我们6个人当中，那么这个手链是属于我们6个人的其中一个人的，对吗？哦，他是捡到了我们的手串。那等于说这个人是我们同学，他从我们人谁那儿拿了这个手链。哦，我说一个想法。好，我说一个想法，这是属于我们6人的手链。对。有没有可能他是别人替代了他的身份存在在我们6个人当中？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可能我们今天死的面目全非的那个人，才是我们那张6个人毕业照片当中的其中之一。啊？打个比方，这是我变异了，我现在变异了。好，这个一定在我手腕上。那我想问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手环的？你能演示一下给我看吗？我怎么拿到手环？这个手环一直从开始到现在就戴在我这儿。你一直被和阿乖关在这里，你从2020年开始关到这里，你怎么会有一根2024年优秀毕业生的手环？而且只有我们6个人是2024年的。那 OK， 你只是说你金朋友是2020年开始住在这里那个故事，所以那就不是金朋友啊，可能是他朋友，可能是他朋友，可能是我朋友。他确认是金朋友了，他的电脑，他的画本。他的电脑上面写着金朋友，绰名真实 ID 是喷油吗？那这个为什么会在金朋友手上？对，那就是他已经见到了我们6个人之中的一个人。他拿过来的，他偷走的。对，不会是我的吧？因为我特别在乎你们每个人，所以我一直留着你们的照片。其实是我和8双凶手，但是我们刚自爆了。哦，不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所以刚才我是不能看的吗？你是不能念出来的吗？不是吧？这么深吗？我天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开玩笑的啦，巴杀死的是怪物而已。所以给死者下毒的人才是凶手。对。今天才传染的，8个小时，8个小时。晚上8点多，他就已经在咬自己了。然后那个照片也是8点半。不对，我觉得你们陷入一个怪圈，就是你们为什么一直觉得其中有一个人是给他下了毒呢？就下了病毒了。这个事儿是我们很早就达成共识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为什么。首先，这个人死了2回，对，物理死亡和化学死亡。好，我们要找的是谁给他下的这个毒嘛？这张纸写得很明白，万一避免有一天阿乖的病毒扩散引起灾难，就是阿乖身上是有病毒的。那阿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阿乖是从小被寄养在那个房间里边的一个，就等于说病原体吧。
哎，所有人都是今天开始中毒的，对吧？因为昨天他们都还是正常的演员，对啊，他们是同时一起和金朋友一起中的毒吗？是不是就是我们6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放出了阿乖，是他导致了大家中的毒？只有阿乖出来之后，这个病毒才能扩散嘛。对，阿乖是病原体，这一定是个基础。那个死者搞不好就是阿乖啊，因为他穿着病号服，也有可能。那个死者搞不好就是阿乖啊。所以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先不要盘谁下的毒，这个毒一定是从阿乖身上出来的。对。那我们现在第一任务确认那个死者到底是不是阿乖。哎，那就是这个逻辑嘛。你看，金朋友和阿乖只能2死1嘛，那我们接下来只需要找的这2个其中之一，不就 OK 了吗？找到一个人就能定另外一个人身份，走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一个哈哈镜。好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啊，非常重要的证据。我一定会保护好阿乖，他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，活在阳光下的。这是一张合照，就是刚才那张照片。哦，推示罕见基因疾病的诊断标准和临床实践指南。近期医学专家就基因疾病展开了研讨会，会上有专家指出丧心病狂症的诊断标准。丧心病狂属于一种神经系统障碍，以突发性不可控的极端情绪为核心。不过此病并不频繁，几年发作一次，情绪失控，瞬间从平静状态转入暴怒狂躁模式，失去自控能力，行为异常，自残、攻击、撕咬活物、破坏物体，语言能力暂时退化，生理反应，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升高，痛觉暂时钝化，感觉不到疼吗？对，意识障碍发作期间可能出现现实解体感，无法认知现实的事物和人，发作后则会导致片段性失忆。所以其实所谓的怪物，就是得了这个罕见基因病的人。我给你看，所以会了。装什么00后啊？反面。你不会没用过这个东西吧？没用，我从来没见过。真假的？真的。行，我们听听这个。你不要怪阿乖，虽然他刚刚咬了我，但你知道他只是病了。这是妈妈吧？他才6岁，你一定要治好我们的儿子。妈妈，把他藏好，不要让别人发现他，也别让他伤害别人。妈妈拜托爸爸保护阿乖，所以爸爸把阿乖关在这里研究他的病，对吗？想找解药。这是阿乖爸爸弄的工厂，因为他答应了妈妈要保护阿乖，治疗阿乖，不要让阿乖伤害别人。所以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这些药物。妈妈去世了吧？妈妈被咬了。他的爸爸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变成他最讨厌的人呢？那小孩不知道嘛，他就觉得他爸囚禁他，不让他看外面的世界。阿乖，我想一下啊，他就觉得他爸囚禁他，不让他看外面的世界。阿乖遇到了朋友。7月，我收到退役导演专业的录取通知书，那是我最向往的顶尖艺术学校。2024优秀毕业生纪念。优秀毕业生是我们6个人都在。我们今天死的面目全非的那个人，才是我们那张6个人毕业照片当中的其中之一。如果4年前那个是金朋友，有没有可能那个金朋友是在这里面代替阿乖，然后阿乖出去了？20年、24年之后毕业，跟我们一块儿毕业，那个真正的阿乖在我们6个人当中。但是不可能呀，阿乖有这个病，他怎么可能认真上学呢？他说隔几年会发作一次。对，这倒是。这个阿乖一定是这样逃出来的，然后他用勺挖那个道，也就是他准备好了，但是没有人替代他关在这个里。死的这个人刚才说的逻辑是金朋友嘛？如果他是金朋友，也就是金朋友替这个阿乖在这里做那个病号符，
所以他把编号符换下来了。就那个红头发是金朋友。对对，所以他那个说纸条上面写着我要找那个人报仇，其实要说的是阿乖，要找阿乖报仇。不，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。你说，比如说，金朋友来了，阿乖跟他相遇了，然后阿乖说，那我就以金朋友的身份出去生活好了。不，那为什么我可以换个人身份，我可以叫宁缺毋滥，我可以叫科班出身。可是我们只是在学校认识的，我们之前是不认识的。那科班出身去哪里了？如果他替换了科班出身，不存在，我可以虚拟一个科班出身出来吗？我觉得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个是从哪儿来的？如果手环是阿乖的，金朋友怎么得到阿乖的手环？只有我们6个人才会有。那如果他身上有，是他找他的时候抓过来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是抢过来的吗？我想盘一下时间线，因为他中毒的时间就是12点半嘛，对吧？他是22号，今天是23号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是22号晚上8点看到他咬袖子，也就是咱昨天还在犯那件案子的时候，他这件事同时在发生。对，是这个道理。8点30的话，往回推8个小时，就是中午12点，12点我们俩在干坏事呢。我刚才就说一个逻辑，就是我们当中一定有个坏人嘛。没错，肯定是还得有的。这个得再找证据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打开过？那个锁还没有开吗？哎，对，是的。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数字之类的2003，这个2025，实在上面有一个日期。给我来，你看就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有一个12月31号，你先试一个1231打开了，厉害。那另一个就是2003有一个关键数字，不对，你不要怪阿乖。妈妈是什么时候死的？6岁，他说他6岁。他的年龄和阿金朋友是一样大，一边大。哦，18岁。对啊。2020年是18岁，那就是2002。02年。还是你聪明啊。 6666。哎，2008。2008开了。8开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2008？因为2003加5等于2008，所以是2008。那我还可以说是2000加8等于2008，所以是2008呢？对啊，那就更可能是2008，因为我们做了2个算术，答案都是2008。那我还说2001加7。对啊，那可是。可以，开吧，我们就是误打误撞。2020年是18岁，那就是2002。妈妈是什么时候？6岁，他说他6岁。啊，2002加上6。哦。对呀，当然了，还得是凶手啊，还得是凶手聪明啊！阿乖整形手术。2020年9月18日，全脸声带修复，因遭受外部冲击，面部和声带完全损坏，需进行修复手术。阿乖又想逃跑，还弄伤了自己，他受伤很严重，必须通过手术帮他修复。幸好这次及时发现阿乖了，为了防止他以后再逃跑出事，我要给他戴定位手环，戴个定位手环。什么意思啊？2024年10月18日，阿乖的身体彻底康复，样貌和声音已恢复。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个，你看出现整形这个东西，就一定代表会有身份替换的这个点了。没错，你看啊，2020年9月18日，它是出现了全脸加声带的一个损坏，然后手术损坏原因是因为遭受到外部冲击。2020年9月18日，你回想是不是你们俩开车？不是，是8月15日。对，所以8月15日嘛，他不是全脸缠的绷带嘛？对。所以被手术的那个人是金朋友。不用看那个，看这个。死的就是阿乖。啊。阿乖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体内的病毒并不致死，且不具备传染性。OK。若阿乖死亡，病毒会在8小时内发生变异，病毒彻底变异后将具备高传染性。然后呢？与此同时，已死亡的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。
哦，皮肤长出红色纹路等体表特征，且会重新获得行为能力，表现出高攻击性并传染该病毒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感染源。伊索呢，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，皮肤长出红色纹路。好吓人啊！阿乖乖，我一直关着他，他不理解我也没关系。为了治好他的病，我要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实验研究上。最后一页是2025年4月22日晚上8点，我才发现阿乖不见了，一定是又跑出去了，我得把他找回来。所以是因为阿乖死了，所以这整栋楼的人被传染了，变异，对，变成怪物，对。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东西都是八面玲珑是物理致死，因为是说下毒致死。现在这个东西不存在下毒了，他从小就有这个毒，是今天他的2次复活只是一个必然，所以说第一回他正好发病了，对，这就是在说今天发生的事嘛，这个本子上没错。所以是有人让他变成红头发，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中把他杀了，让这个病毒传播了。这没错，就是说。阿乖在头发变红，被钢筋扎死之前，凶手以另外一种形式，不是病毒感染的形式把他给杀了。不一定是什么喝毒药，然后一拳打的休克死了，对，或者是击打后脑，或者是钢筋捅了，没错，都有可能。对。这怎么推啊？你现在只需要找到谁会想杀阿乖。今天死的那个肯定是阿乖，是没问题的。对。那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整形手术的它出现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阿乖就是阿乖，阿乖也乖乖的在里面待着，这个阿乖是否是在这个期间和这个人不知道，就是这个人一定跟阿乖长得一样的存在吗？对。有一个纸上写的。我把你当朋友，可你却想杀了我，还之类的。宣传单9号那个9号储物间的那个柜子旁边，你当年居然这样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想杀死我，我一定要找你报仇。会不会是金朋友跟阿乖说的？我们先捋清楚啊，阿乖死了是不是？阿乖被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被那个凶手给以一种形式给杀死了。我们先捋最浅显的，凶手为什么要杀阿乖？有没有可能？是阿乖跟金朋友之间的纠葛，他们俩互相杀。海报上说的那个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想杀死我，我要报仇。有没有可能是金朋友想杀了阿乖？假阿乖，我听不懂。意思就是阿乖逃了出去，和我们一起上学。金朋友被留在这里代替阿乖。金朋友这次出来想杀了阿乖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俩应该是共有一个身份，还是一张脸啊？就一张脸就是一个身份嘛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死者一定是阿乖。伊索呢，阿乖会出现头发变红。如果金朋友杀了阿乖，那金朋友可能替代阿乖混在我们之中。一定得是个男的。那昨天的凶手就不可能是这一案的凶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俩被拍了，现在就是你们俩。好，今年2选1，这就2选1了。我觉得很像2选1，因为一个是变成过丧尸，一个是跟我们留在这个实验室。当然不是我。吓死我了！电脑，就是一个电脑吧。手环定位系统阿乖有手环。工厂1楼，走。OK， 走吧，走了。出去啊！我们下1楼嘛，要找的那个点。去1楼。对。